上一期我们解析了 BMW 的 M3， 今天就要讲以 M3 形形不离的一颗车款，两者从量产之际到投入赛事不断的被讨论以及比较。那么这期影片就来解析德国 DTM 赛事最代表性的赛车，主打暴力美学的驾驶风格，以及新一代饱受唾弃的 Mercedes-AMG C-Class。20世纪70年代，向来主打奢华品牌的 Mercedes 希望能将品牌打入更庞大的潜在市场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当时大部分消费群更倾向购买实用性更高的汽车，性价比更为关键。不过同时，赛车运动渐渐成为高度关注的赛事，于是 Mercedes 便要求新车系需要有很好的性能基础，开发期间就在底盘调教上下功夫。随后耗时近10年的研发，以及投入超过6亿英镑的资金。当时 Mercedes 还自认为这是一款过度开发的车型，直到1982年 Mercedes 亮相首款紧凑型轿车190系列，果真先前的努力没有白费。11年的生产周期，它的产量也达到188万台车，各界誉为的 Baby Benz 成功打开全新的市场。而刚刚提到，为了能在赛事取得头衔，在190本体塞入了各种黑科技，而这一举动也将撼动宿敌 M3 的赛事地位。接近投入期间 ，Mercedes 就将拉力赛作为参赛目标，因此与英国专门开发赛事引擎的 Cosworth 合作打造引擎。然而，配备全轮驱动涡轮引擎的奥迪在拉力赛上崭露头角，后驱加 NA 4缸的190明显是降维打击。于是 Mercedes 就将目光朝向本土著名的 DTM 赛事。为了符合参赛规定，他们便打造市售版的车型。于是 190E 2.316就此诞生，基于 M102 引擎作为基础，经过调教，马力可以爆发188匹，236牛顿米，并且它的底盘结构采用革命性的升级，后轮使用5连杆悬吊，使它拥有优秀的横纵转向性能。而且那时候为了宣传其实力，便在意大利 Nado 赛道进行耐力测试，最终以平均248公里小时完成5万公里的成绩，创下多个耐力纪录。还有在1984年德国纽柏林开启新的大奖赛赛道，趁着举办开幕式会吸引大量人潮的机会， Mercedes 就主动举办了统一使用 190E 赛车的比赛，还特地邀请曾经和当代的 F1 车手前往参赛，然后在12万人的见证下，由之后成为传奇的 Ayrton Senna 拿下冠军。除了这么多，当然不免提到他在原本规划阶段就要参加的 DTM 赛事。1986年190投入 DTM 赛事中，并成功在首秀赛季获得2场胜利，眼看是通往成功的迹象。隔年 BMW 的 M3 开始加入后，结果190惨遭电爆， M3 宛如刺客般突如袭来战场，在赛道上灵活穿梭，让190在 DTM 10场比赛含泪拿下0场胜利。随后两者就展开长达5年的宿敌竞争关系，双方你来我回。 BMW 先行推出 Evo 改款，隔年 Mercedes 也推出 Evo 改款。最让车迷津津乐道的是，他们两者在赛场不断上演激烈的攻防画面。摊开赛季分站赛冠军次数的话，87至92年，其实两者都个别拿下3次最多冠军，算是平分秋色。中间还杀出奥迪 RS4 前来争冠，形成3大德国汽车工业争冠场面。其中1992年历经改款后的190 Evo 2仅有980公斤，马力有370匹，并且全油门下可以无离合换挡，近乎英巴的存在。即使使用 M3 的车队众多，但是190 Evo 2凭借着改款后出色的空气动力效果，提供强大的下压力以及直线高速稳定性，以包揽赛季前3名的位置，主宰单季赛事。终于能站在领奖台上打败 M3， 结果隔年 BMW 就退出赛事， Alfa 就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。190 Evo 2可以说是 Mercedes 最用心打造的作品之一，外观整体造型与认知的行政商务轿车不一样，更接近赛车一样的宽体套件，粗犷的尾翼搭配可调式压尾，17寸6副合金轮圈，这些的结合，整体看起来只能用2个字形容：
帅爆。甚至这种看似粗犷且可调试的尾翼设计，引起 B&W 研究部门主管的眼球，并说出一番特别的话：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空气动力学有所不同。如果那个尾翼能发挥作用，我们就会重新打造 B&W 的风洞场馆。最后如他所愿，实现了。他的赛事传奇历史成为各界玩家的信仰，奈何2场太少，只有502台，粉丝纷纷都把标准版190改成 Evo 2的相关套件来还原实车。在游戏 Need for Speed Unbound 里就收录外观相当炸裂的 Evo 2改装套件，而现实中 Need for Speed 团队也复刻这台车，并赠送美国饶舌歌手 ASAP Rocky。还有 Mercedes 代表的赛车部门 HWA 在近期推出 HWA Evo， 外形现代的 Evo 2，价格高达77万美金，基于 W201 的底盘重新打造结构，增加刚性和安全性。动力装置采用 3.0 升 V6 双涡轮引擎来匹配现在的环保和动力标准。外观很直接，可以看到更加时髦的设计，还有更宽敞的包围。大幅度的改造下 ，HWA 的 CEO Martin Marks 表示，请不要当作放心来看待，因为他们真正是想要打造全新的汽车，以此来展现当年 Evo 2的伟大历史。从1994年起 ，Mercedes 就对旗下各系列车型以字母做划分。190的下一代就称为 C-Class。随着 B&W 推出 E36 M3 后，他们也紧随其后，和知名改装厂 AMG 开始合作规划打造性能车型。两者首次合作推出的官方产品就是 C36 AMG， 基于 C280 作为基础，纯手工打造的引擎可以爆发280匹、385牛顿米的数据。不过，从账面数据来看 ，M 部门所打造的 E36 M3 明显在技术深造上更胜一筹。号称 NA 动力排量比最高的头衔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排量少于 C36 的情况下，马力依旧接近持平。会提到，毕竟是对标车型啊，并不是故意要黑啊。3年过后，1998年 ，Mercedes 收购了 AMG 公司51% 的股份，成立了 Mercedes AMG。第一件事就是再打造一台更强大性能的 AMG C-Class， 于是就造出了 4.3 升 V8 的 C43 AMG， 但是嘛，马力上还是输给 M3 的后期款，然后 AMG 转头就把 C43 塞进 5.5 升的引擎，这就是有钱任性吗？当然 W202 依旧是 DTM 有力的竞争者，面对 Alfa Romeo 155的崛起，还是巩固了2年赛季冠军及季军。这个 logo 感觉在哪里看过？但是 DTM 在1996年停办后， W202 就退出赛事舞台。不过与此同时，为了取代 W124 双门版，决定以 C-Class 作为基础，打造出全新系列 CLK， 并且在重启 DTM 的2000年到2003年，带领 Mercedes 品牌豪取3连霸制造商冠军。而且为了参加 FIA 举办的 GT 系列赛，打造了 CLK 有史以来最强的 GTR，并且还向法国车队 Libre Competition 购买了编号 11R 的 McLaren F1 GTR 来加快开发进度。结果测试过程中还撞坏了。可能你们会想，长成这样是跟 CLK 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，车灯、前格栅还有仪表盘而已。最终他们只花了128天就打造出98年赛季实战全胜的 GT1 神车。另外，当时公路版车型售价为155万美元，这个价格直到2015年以前都是量产车型最贵的吉尼斯纪录。第二代 C-Class Mercedes 将经典的4角灯改成花生灯，为了能与 M3 同台较量，推出了 C32 AMG， 特意把排量下压到 3.2 升。不过在 V6 引擎添加了机械增压，而且 Mercedes 还推出柴油动力版的 AMG C30， 可是由于销量达不到预期，短短2年就停产，并且决定往后不再推出高性能柴油版，让 C30 成为 AMG 唯一的柴油动力车款。然后在05年推出了旗舰车型 C55， 采用 5.4 升 V8 NA 引擎，最大马力达到367匹，510牛顿米，并在纽柏林取得和146 M3 一样的8分22秒。但这时期的 AMG 并没有把焦点放在 C-Class 上面，更多的是把资源和研发投入在 CLK 车型上，像推出的 CLK DTM AMG，
以及 CLK63 Black Series， 前者 5.5 升 V8 极限增压，马力582匹，800牛顿米。后者 6.2 升 V8 507匹，630牛顿米。两者无论是动力还是外形设计，都与 W203AMG 系列相差甚远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能打造出入门、运动、年轻族群的性能车，于是基于 W203 底盘打造出 CL203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起来有点像是工艺奇葩，尤其是换代后比例看起来超快。不过这边有个冷知识 ，CLC 系列是当时北美市场最便宜的 Mercedes 车型，人们纷纷都认为是破坏品牌形象的一款车。但是经过 Mercedes 部门市场调查后发现，有32万名车主中有 70% 是第一次购买 Mercedes 车型，再来他们回购 Mercedes 车型高达 40%。用人话讲就是这台成为市场战略商品，成功吸引70%新客户前来购买，并且其中接近一半的人会再次购买他们旗下的车型。当然，它本身优秀的性能表现也让汽车媒体给予极高的评价。自从1993年 Mercedes 与 AMG 开始合作后，一直以来的 AMG 车型都是只有在动力上是 AMG 部门亲自打造，或者只有在悬吊进行改良，让 W203 AMG 系列之前都和普通的车款外观相似。但是到了 W204 世代后， AMG 就参与整车的设计流程，直到2008年才正式推出 C63 AMG， 舍弃以往划分各种排量的车型。这代只有 6.2 升 V8 NA 引擎作为动力，搭配 7G Tronic AT 变速箱，4秒以内就能突破100公里加速，0至成绩仅有 12.3 秒。以及尾速187公里小时，成为 BBA 旗舰车型中最优秀的数据表现，并且众人诟病的转向不足以及乘重驾驶感受的问题，也在 AMG 亲手调教下，成为当时所有 Mercedes 车型最佳操控性能的车型。过后，2011年 W204 进行小改款，并把 CLC 和 CLK 整合成 C E-Class 的 Coupe 车型。当然 ，AMG 也顺势推出 C63 双门版，成为 C-Class 首次拥有跑车类别的 AMG 车型。既然有了双门，当然要推出它专属的高性能车型，于是就诞生 C63 AMG Coupe Black Series。Black Series 系列作为 AMG 顶规的代表，贯彻仅有双门车型限定的传统，全身上下都拥有许多的碳纤维板件、专属套件、轻量化零件以及极致的动力调教等等。6.2 升大排量、随手可以关闭的防滑系统，仿佛诱惑驾驶者撕开这台车优雅的假象。这台我封它是最象征 C63 的灵魂，应该没有议论吧。由于 CLA 定位是入门与四门房车，所以 Mercedes 就把 W205 世代以 S-Class 的小1号作为设定，增加整体尺寸以及提高配备的奢华度，让 AMG 系列更往豪华配置领域靠拢。W205 C63 采用 4.0 升 V8 双涡轮引擎，刺耳回火的轰炸声以及怠速类似水滚的声音，成为那代的唯一印象。毕竟 V8 双涡轮已经司空见惯，加上 DTM 赛事观众逐年减少，尤其是亚洲地区观众更是寥寥无几。即使2018赛季获得制造商以及车手冠军的加持，也无法在市场凸显出它的价值。而且硬朗的底盘调教还有后驱的设定，使它在日常通勤的短板尤为明显。即便配备许多豪华设备，但是大多车主还是认为这台车只适合短途驾驶。这边顺便提一下，就是尽管从上一代开始就以63这个数字作为贩售，但其实他们的排量都没有达到 6.3 升，甚至后面排量差距更大。有 Mercedes 的说法是为了纪念首款量产的 6.3 升 M100 引擎而命名。所以63就成为 AMG Class 里最顶级的性能车款。如果是 F1 车迷都知道，2014年 Hybrid Era 的开始 ，Mercedes 车队凭借着黑科技混合动力引擎搭配 MGU-K 回收系统，成功统治了长达8年的 F1 赛事。
而最新的 W206MG 就将这些年参与 F1 的技术通通量产出来，新型推出了 C43，搭载革命性引擎 2.0 升直列4缸涡轮加电机。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！上一代还是大 V8 双涡轮，这次直接除以2。当然，重磅的 C63 还没推出，参考上一代会推出不同引擎单元，照理来说会带来不一样的规格。直到2023年 C63 SE Performance 推出。I am electric. 代号 ME39L 把原本的涡轮改成电子涡轮，涡轮叶片可以达到15万转速，并给予476匹、540牛顿米的动力，搭配电动马达，综合马力来到了680匹、1020牛顿米。不过，饱受车迷嫌弃的不只是动力方面，而是那个超过2.1吨重的车身。由于安装整套的电动马达装置，使得重量相比 C43 再加200多公斤。为了解决重量所带来的操控影响 ，C43 以及 C63 都导入了后轮转向以及全14期 4MATIC Plus 系统，由电子系统的介入来调整4轮的动力输出量，大大降低重量带来的负荷感。如果要比前几代 MGC 的话，我会说它们是暴力占据。至于最新的 W206 嘛，最贴切的应该叫做电子占据。纵观 MG C Class 的历史，从190开始就已经奠定它在市场以及赛事上有所成就。到了 W204，更是打造纯种的大排量性能车，动力虽大，但操控不佳的它就显得美中不足。但正是不完美的表现，才造就独特的驾驶体验。之后时代变迁，到了后面2代可以说是引擎技术交替的缩影。双涡轮过后，就到了混合动力，最后形成了小排量加电机的主流搭配。虽然保留了暴力的动力配置，但是大量电子系统的干预，还是少了前几代纯粹机械的驾驶感受。不过，即使跟随市场变质的它，我们依旧不会忘记当年在 DTM 赛事叱咤风云的三芒星占据。